没水了，一滴都没了，我们沈家今日就要困死在这荒岛了。二叔，您别急，姐姐也不是故意得罪王爷的，谁能想到王爷会为了几句口角，就将我们全族流放？全是他惹的祸，若不是他，我们怎会落得如此田地？现在说这些也没用了，姐姐这般晕死过去，怕是撑不住了。不如把姐姐那份口粮分给大家续命吧。我的口粮你也配动？姐姐，你弄疼我了，我只是怕你饿着。收起你那套假惺惺的坐谈，想活命就闭嘴，省点力气。放肆！你这丫头害了全族，还敢这么嚣张！退后！草丛里有动静。首领，海滩上有外族人，抓活的还是就地处置？别人，救命啊！岛上的规矩，擅入领地者休想活着离开。好汉饶命，我们是被流放至此，求您高抬贵手。男的处置掉，女的。首领，首领，你怎么了？呼吸道堵塞，颈部肿胀，这是典型的。是邪祟入体，首领触怒了沼泽里的邪物，快拿圣水来给他灌下去！住手！他那是误食毒果导致的急性后头水肿，气道已经完全闭合。你现在灌水，水会直接进肺里，他必死无疑。无知的外族女人竟敢胡说八道！首领就是被你们这些外族人带来的晦气缠上了。晦气？再等半盏茶的功夫，你们首两就直接憋死在这邪祟里了。滚开！你们外族人都是带来厄运的脏东西！再敢往前一步，我这把刀可不长眼！你动了我，他现在就得死。你看他的脖子已经快断气了，除了我，全岛没人能救他。沈南星，你疯了！刀都架脖子上了，你自己找死，别连累我们沈家呀！姐姐，你什么都不懂，怎么敢乱治啊？要是惹怒了他们，我们全族都要跟着遭殃了。闭嘴！全族遭殃也比现在立刻被饿死害死强。首领，我和你立生死状，若我救活他，你们给沈家提供食物和领地庇护；若我救不活，不用你动手，我当场自刎给他陪葬，敢不敢赌？让开，没时间了！他拿刀了，他要割首领的脖子，快拦住他！只能气管切断了。首领呼吸了，首领活过来了！这怎么可能？没用圣水，邪祟怎么退了？女人，你敢拿刀捅我的脖子？我捅了你，但你没死。刚才我拿自己的命跟你的手下立了生死状，换你的命。现在这笔买卖，你认不认？认。你买下了我的命，从今天起，你的命也归烈阳部落守着了。少废话，既然活了，就让你的人兑现承诺，拿食物来。吃吧，这可是首领特批的，平时只有首领和重病的族人才能分到肉。哼，便宜你们这些外族人了。肉，居然有肉！这肉都发绿了，还有这些黑乎乎的树根和酸果子，这怎么吃啊？想死你就吃，这肉已经腐败，生吃下去今晚就得闹肚子。在这荒岛，拉虚脱了就能要你的命。那怎么办？旁边就是大海，难道连条鱼都抓不到吗？闭嘴！海里有伤人的海怪，谁敢靠近水边，就会被硬壳怪物拖进深水里。我们烈阳部落绝不下水。外族姐姐，海怪会夹伤人的手，很可怕的。守着大海吃烂树根，真是愚昧。微雨，端上盆，跟我去海边。我不去，他们都说有海怪了。姐姐，你是要拉着我去送命吗？去，或者现在饿死，自己选。退潮了，正好赶海。海怪出来了！是硬壳海怪，它会夹伤你的手，快退回来！什么海怪？这叫青蟹，顶级海鲜。不仅有海鲜，还有野姜和海盐。今晚有口福了。南星啊，这怪物真能吃吗？会不会有毒啊？看着火就行，哪来那么多废话？这
这是什么味道？为什么这怪物煮熟了这么香？好香啊，比最甜的果子还要香。这不是什么邪门法子，这叫烹饪。大海不是什么害人的兄弟，是能让你们吃饱肚子的粮仓。尝尝，只要不被钳子夹到，这海怪就是绝顶的美味。你自己没手吗？外族女人，你做的东西和你一样让人上瘾。首领，你没事吧？我也要尝尝海怪。大家排队，人人都有。太鲜了！老头子，我活了60岁，在京城也没吃过这么好吃的美味啊！算他还有点用。各位沈家人听好，从明天起，我们要在这座岛活下去，就必须自力更生。这里不养闲人，无论男女老少，只要还能动，都要干活。赶海、找柴火、搭棚子，干多少活吃多少饭。谁敢偷懒耍滑，这口石锅里的饭就没有他的份儿。听明白了吗？明白了，干活就是了。不怕海怪，懂得食物，还能驯服族人。沈南星，你到底还藏着多少本事？这片土太硬，肥力不够。二叔，把那边烧好的草木灰搬过来，均匀撒在土上。南星啊，昨晚那顿海鲜大家吃的挺好，怎么今天一大早非要拉着我们来顶着大太阳挖泥巴呀？就是，我们烈阳部落的勇士手是用来拿骨毛猎野兽的，什么时候蹲在地里刨过土？外族女人，这地上的野草籽能吃吗？放着野兽不打，吃草算怎么回事？光靠赶海和打猎，你们能熬过冬天吗？打猎看运气，赶海看潮水，只有种在土里的粮食，才是真真切切握在手里的底气。把这些野生菜籽种下去，1个月就能收第一茬。有了存粮，你们才不用在冬天饿着老弱妇孺。你最好保证这破草籽能长出吃的，不然我砸了这破石桥。少废话，不想冬天啃树皮，就给我往下挖。姐姐说的轻巧，我们沈家人都是拿笔杆子的，哪里干得了这种粗活？沈微雨，你在树林下站了一早上，篮子还是空的，怎么，你的手动不了了？姐姐怎么能这么说我？我从小就身子软，在京城都是丫鬟伺候的，这泥巴又脏又臭，我闻了会犯恶心。这里是荒岛，不是京城，没人惯着你的坏毛病。想吃饭就得干活。二叔，你看姐姐她非要为难我，我真的干不了吗？南星啊，微雨毕竟是你亲妹妹，身子娇贵，我们大家多干点，就当替她那份了，行不行？二叔既然这么心疼她，那今晚你的那份饭省下来给她吃。这怎么行？老头子干了重活，不吃可扛不住。微雨啊，你还是听你姐姐的吧。二叔，你怎么也想着他？既然闻不得泥巴味，那就去闻点味道更重的。从今天起，部落所有的分量都由你挑去沤肥。你让我去挑大粪，沈南星，你疯了！不挑完没饭吃。阿古，找个人盯着他，敢偷懒，按部落规矩处置。好嘞，黑呀，你过去盯着他。这外族女要是敢偷懒撒了尿，就好好管教他。沈南星，你给我等着！喝水。首领不用亲自盯着族人打猎，跑来看我们刨土。阿古说你疯了，带着大家把能吃的草籽全埋进了烂泥里。那你觉得我疯了吗？我没见过哪个疯子能把那个娇生惯养的妹妹治得去挑大腹。首领的动作越界了。这片岛上的东西，只要我看上的都是我的，包括你种的粮食。粮食可以分你一半，至于我，首领最好别有非分之想，我不属于任何人。是吗？那走着瞧。沈南星，你今天让我挑大粪，让我当众受尽屈辱，这笔账我绝不会就这么算了。你不是要在那个野蛮首领面前显摆你能种出粮食吗？我把你的良种全换成火烤过的死种。我看你明天把这些烂东西种下去，过几天地里长不出东西来，你怎么跟全族人和部落交代？到时候大家一定会以为你是个骗子，直接把你赶出营地。都排好队，外族女人要发草籽了，谁要是敢把种子撒了，今天没饭吃。每人抓一把，按昨天教你们的间距，点包入土。不对，怎么了，南星？这可是大家过冬的救命粮啊！都停手！
这筐种子不能种。为什么不能种？你昨天不是还说1个月就能长出粮食吗？你敢耍我们？怎么回事？有人把饱满的种种换成了在火里偷偷烤焦的死种，表皮还沾着草木灰的焦味。死种，种下去颗粒无收，这是想断了全岛的活路。天哪，怎么会这样？姐姐，这竹筐一直都是你在管，是不是你自己寸寸不安受了潮？又或者是你根本就不懂种地，故意弄坏种子糊弄首领啊？南星啊，我就说你一个深闺女子怎么懂种田？现在好了，救命的粮食全毁了，你这是要把我们往绝路上逼呀！沈微雨，我还没开始查，你急着跳出来甩锅做什么？我是替大家着急，你自己管不好种子，还想赖给别人不成？赖你！死种表面有一层为了掩盖焦味的黑炭灰，大家睁大眼睛看看，它的指甲缝里是什么？微雨，你这手的是你干的？是我早上挑粪的时候不小心摔了一跤，在地上抓到的黑泥。沈南星，你血口喷人，你故意陷害我！挑粪摔跤，昨天为了中和土壤，所有的草木灰都已经撒到了地里，粪坑附近全是黄泥，哪来的黑炭泥？你真是糊涂透顶！为了让我当众出丑，为了你那点可怜的嫉妒心，你不惜拿全族人和部落的活路来当筹码。恶毒的女人，敢毁我们的粮食！沈微云简直无可救药，绝不能轻饶她！南星，都是你抢了我的风头，你给我等着！在我烈阳宫落的领地上敢动她！周令饶命，放开我！首领息怒，魏宇是一时糊涂，求您别重罚他，她到底是个女人啊！断人生计，按岛上的规矩，直接赶去荒岛深处自生自灭。严烈，等一下，就这么把他赶出去，太便宜他了。他不是不想干活吗？阿果，把这筐死种全部分给他，让他用石碾子一粒一粒给我碾成渣。好主意，物尽其用，我亲自盯着他。混进粪水里沤肥，碾不完一口水都不许喝。我不要干这种粗活！沈南星，你心太狠了！保准他连睡觉都在碾渣子。南星啊，微雨是罚了，可这种种子毁了，我们下个月吃什么呀？二叔，你真以为我会把身家性命放在一个毫无防备的竹筐里？真正的良种，我昨晚就分装密封埋在土里防潮了。竹筐里放的本来就是第一遍挑剩下的副品。外族女人，你太厉害了，居然连这个都算到了。你连自己族人都防得这么严，在这座岛上，我只信捏在自己手里的筹码。那你可要捏紧了，因为总有一天，连你也会在我的手里。首领有空说大话，不如去帮大家翻土。哎呦，我的肚子疼死我了！救命啊！二叔，你怎么了？哪里疼？像刀绞一样，我还恶心。不好了，出事了！打猎的5个兄弟刚回来，全倒下了，都在吐酸水。不仅吐，还抽搐。阿古大哥，他们是不是撑不住了？是邪祟，是洼地惊动了地下的邪物。无疑，什么邪祟？你快救救兄弟们啊！都是他，这个外族女人非要逼着大家翻挖土地，把草籽埋进去，她惹怒了地下的邪物，现在邪物出来降灾了。我就说不能种地，南星啊，你这次是真的把我们害惨了。必须把这个外族女人绑在木桩上献祭，用她的血平息邪物的怒气，灾祸才会退去。快抓住她！我看谁敢动她。首领，不能被这女人迷惑呀！你看看地上的勇士，再不处置她，全族都要遭殃。闭上你的嘴，再敢胡言乱语，我先拿你开刀。你看到底怎么回事？要是治不好，这群老家伙今天没完没了。都散开，保持空气流通。阿果，把他翻过来，让他侧躺，防止呕吐物堵住气管。好，然后呢？看有什么用？凡人怎么看得透邪祟？首领，你这是在拿全族的命赔大号。瞳孔微缩，唇角发紫，呕吐物带有极淡的苦杏仁味，这不是什么邪色，这是中毒。中毒？谁干的？不像是有人在饭菜里下毒，如果是饭菜，大家都会倒下。但现在发病的只有二叔和刚回来的几个勇士。他们5个人今天去了西边的黑木林打猎。你二叔今天早上去了哪里？二叔，你发病前吃过什么？喝过什么？
我什么也没吃啊，就早上去西边的上游河段，打了一壶水喝。兄弟们打猎回来，也是在西边上游喝的水。水源有问题，有人在水源上游投毒。投毒？怎么可能是投毒？这可是流了100年的河！愚昧无知！要是信了你的，去献祭。今天这几个人全得毒发身亡，必须立刻封锁水源，任何人不能再喝生水。阿古，拿我的应急药箱过来，我要给他们催吐白毒。捡回一条老命，南星啊，二叔错怪你了，你真是救了我们大伙儿的命啊！擦擦。毒性发作快，但不致命，更像是某种致人虚弱的瘴毒。对方不是想立刻杀光我们，他们是想让我们失去战斗力，然后慢慢对付我们。黑木林再往西就是独爪部落的地界。你怀疑是他们？上次我突然喉咙水肿倒下，就是吃了他们送来的果子，新仇旧恨，他们这是存心挑事。现在不是算账的时候，水源断了，如果不赶紧把毒源找出来，不用他们打过来，我们自己就先撑不住了。阿古，你带10个勇士守好营地，谁敢在这个时候捣乱，按部落规矩严惩。你跟我去上游。我自己会走。你这么明目张胆的去，就不怕对方在水源地设了埋伏？哼，有我在，就算是敌人设下埋伏，我也能替你趟平。跟紧我。水流到这里，颜色明显变得浑浊了。没有埋伏，他们下完毒就跑了。找到了，里面装的全是早碎的毒鼠根，汁液顺着水流全下去了。独爪部落的黑心藤，他们想用这东西悄无声息地耗垮我们。耗垮我们？恐怕部落里还有人巴不得我们早点出事。严烈，你看这脚印，独爪部落的人不穿鞋，这脚印却印着清晰的布鞋底纹，京城的绣花鞋底。滚出来！别罚我，首领别罚我！沈微雨，我不是让你在营地碾死种沤肥吗？你跑到上游来干什么？我嫌身上太臭了，趁着阿古不注意，偷偷跑过来洗洗手。洗手？那你脚边为什么会有独爪部落留下的毒草渣？你早就来了，对不对？我没有，我什么都看见。我没耐心听废话，再不说就把你扔进林子里自生自灭。我什么都说。我来洗澡的时候，确实看到几个画着黑脸的野人往河里扔麻袋。你看到了有人投毒，却装聋作哑，跑回营地什么都不说。你知不知道，如果我不懂医，今天二叔和那些勇士就全出事了。出事也是你害的，要不是你在这个野蛮人面前出风头，我们怎么会被逼着干活？我就是想看你治不好人，被他们当成骗子，赶出部落，自生自灭。心思歹毒，我现在就成全你。严烈，放他下来，现在罚他脏了你的手。他想让你出事，你还要留他？我说过，就这么算了，太便宜他了。既然他这么喜欢看人干活，就把他绑在粪坑旁，让他日夜盯着，不干完活不许睡觉。首领，外族女人，河里的水还能喝吗？兄弟们渴得嗓子冒烟了。直接喝会出人命，但我们可以把毒滤掉。水怎么滤？用水洗水吗？用这个滤。阿古，让勇士们去把灶台底砸成小块，再去河盘挖上挖最细的沙子，捡最干净的鹅卵石。底层铺鹅卵石，防止虚水口堵塞；中层铺细沙，过滤大颗粒杂质；最上面铺上厚厚的碎木炭。这黑乎乎的炭能解毒？木炭有极强的吸附力，能把水里的毒素和杂质全吸附在表面，这叫活性炭过滤塔。倒水。水清了，那毒水的颜色全没了。虽然清了，但还是要试一试毒性有没有完全。我先喝，半个时辰后我如果没事，大家再……你疯了！万一还有余毒呢？你是首领，你倒了部落怎么办？如果你倒了，这个部落连冬天都熬不过去。可这水如果有毒，你会出事的。如果有毒，我替你扛。我说过，你的命归我，守着。我怎么可能让你以身犯险？半个时辰内你不许乱动，我去检查伤员。这水真甜。一起，全都起来！独爪部落打过来了！打过来了，救命啊！烈阳部落的水断了，他们现在全是软脚虾。男人全部拿下，把粮食和那个外族女人抢回去！敢闯我的领地，真当我手中的刀不利了！首领威武，打退那些耍阴招的家伙！有毒，岛上有毒！别被他们的兵器碰到，往后撤，守住粮仓。用冷兵器拼毒药太吃亏了，必须用范围攻势。阿古，带人退回来，退到木栅栏后面。退，再退粮仓就没了。闭嘴，退开！
什么东西？火烧过来了！不要停，把火墙给我竖起来！又是那个外族女人，给我放箭，拿下她！糟糕！躲开！严烈，你中箭了！一点擦伤，要不了命。带着你的人滚！再敢踏进烈阳部落一步，我定让你们有来无回！撤！快撤！别乱动，毒液已经开始蔓延了。你刚才是在紧张我？你是部落首领，你要是出事了，谁来保护我的粮食？只是因为粮食？还有，你是个疯子，明知道剑上有毒，为什么还要拿身体去挡？我不怕出事吗？还是我躲不开？我舍不得。我严烈看上的女人，就算天塌下来，也有我替你扛着。一根毒箭算什么？闭嘴吧！毒素扩散，都开始胡言乱语了。你这女人下手真狠。今晚虽然逼退了他，但古毛防守太吃亏。如果我们有更硬的兵器，他们根本冲不破栅栏。更硬的兵器，比古刃还要锋利。对，石头和骨终究挡不住强攻。明天开始，带我去荒岛最危险的山谷，我要找一种能把毒爪部落彻底击溃的东西。好，你要找什么？我陪你去。铁。首领，不能再往前走了，这里是死亡谷，里面全是毒瘴和凶猛巨兽，进去的人很少能活着出来。我12岁就敢一个人进谷猎狼，让开！外族女人，你到底要找什么石头？非要来这种险地？你要是让首领出事，我绝不答应。我要找一种很红色的石头，表面粗糙，拿在手里比普通石头重很多，只有它能让你们的武器挡得住毒爪部落的毒箭。跟紧我，踩着我走过的地方走。我不怕，走吧。看路，刚才差一点你就掉进深泥沼里了。我刚才走神了，多谢，你可以放开我了。放开你，让你再去涉险。接下来的路，我牵着你走。首领小心，是铁甲猪！待着别动！骨刃断了，这可是首领用最硬的虎骨磨了3年的刀啊，居然就这么断了！石头太脆，骨头一折，这就是我为什么要带你们来找新兵器的原因。找到了，这就是我要找的铁矿石。这破石头比骨头还硬。它现在是石头，但只要用烈火将它融化锻打，它就会变成世界上最坚不可摧的武器——铁。南星啊，你冒着生命危险就背回来一堆破石头，这东西能当饭吃，还是能打退毒爪部落啊？外族女人说这东西能变出最硬的武器，我们首领信他，我就信他。废话少说，阿古带人去挖黄泥和河边的粘土。二叔，你带老弱妇孺去砍硬木，越多越好。我们要烧木炭。挖黄泥做啥？建高炉，普通篝火的温度根本化不开矿石。我们要建一座封闭的泥塔，用皮毛做成巨大的风箱，往里面持续送风。第一炉，你来点火。点火！拉风向，不要停，把火给我吹到最旺。外族女人，这炉子快把人烤干了，这破石头真的能化成水吗？继续拉风扇，只要温度够了，顽石也能化开。外族女人，拉不动了，这炉子都快烧穿了，石头还没化。不能停，最后一把火，严烈加炭。听他的，给我使劲拉！化了，都退后！严烈，砸开底部的出铁口！岩浆，石头真的变成岩浆了！火变成了水！外族女人，你把太阳装进泥潭里了吗？这不是太阳，这叫生铁。顺着泥槽，把它引进模具里。这就是你说的最坚不可摧的武器。它现在还很脆，有很多杂质。接下来，我要借你手掌的一身神气，把它反复锻打成型。杂质太多，用最大的力气砸，把里面的架构全敲出来。给我开！继续，
不要停，打出刀刃的形状。看路，火星往哪边飞不知道躲。我没事，你别大惊小怪的。铁块要凉了，铁凉了可以重烧。你的脸要是被烫出疤，我会心疼。首领，外族女人刀打好了没有？我是不是来的不是时候？阿古，过来倒水，准备淬火。这黑不溜秋的刀连个刃都没开，能行吗？阿古，把你手里最硬的骨矛举起来。这可是黑虎腿骨打磨的，独爪部落最锋利的毒箭都射不穿它。拿稳了，断了别哭。首领来吧，我不信这破石头真有那么厉害。断了，这到底是什么厉害东西？神兵，这是难得的神兵！有这把刀，我们砍断毒泽部落的所有武器。百姓，你也太有本事了，咱们沈家有救了。这把刀是你给我的，从今天起，你不仅是我的女人，更是烈阳部落的刀锋。这只是第一把，接下来几天，我们要打到更多的铁刀、铁盾。独爪部落断我们的水，烧我们的粮。明天我们不防守了，全员列装铁器，我要他们付出应有的代价。讨回公道，击溃独爪部落！击溃独爪！击溃独爪！听你的，明天击溃他们。严烈，你居然真敢带人来闯！这可是我们提炼了10年的断肠杖，吸一口就能让你们脏腑受损，浑身无力。首领，这烟有毒，眼睛都被熏得睁不开了。慌什么？把昨晚发给你们的炭包边权柄用嘴呼吸。听他的，戴好面罩，给我直接躺过去。不可能，他们怎么没倒下？放箭，用毒箭拿下他们！烈阳部落突击，尝尝我手里这把铁家伙的厉害！怪我，他们拿的黑石头能斩断一切！快跑啊！跑？你再跑一步试试！要杀要剐，悉听尊便。刀下留人！他们断我们的水，还要毒倒我们。你现在要我放了他？杀了他们，除了多几百具尸体，我们什么也得不到。但如果收编他们，我们就多了几百个开矿种地的壮劳力。做梦！独爪部落宁死不降，绝不受你们驱使。宁死不降？你看看你身后的族人，他们不是快撑不住了，是快被你们自己的毒杖拖垮了。阿公，我好疼，救救我！别碰我孙子！你们休要伤他！闭嘴！你们常年提炼毒草，瘴气早已侵入五脏六腑，这黑斑就是毒气攻心的症状。再不治，你们全族撑不过这个冬天。咽下去。阿公，我不疼了。你不仅不怕我们的毒，还能解我们的瘴病。我能击溃你们，也能救你们。给你们2条路，要么今天折在铁刀之下，要么归顺烈阳部落。我给你们解药，教你们种地，让你们安稳活下去。独爪部落愿归顺烈阳部落，听您差遣，求您赐药救治族人。首领，我们赢了，不用大动干戈就收服了独爪部落。兵不血刃，以德服人。你这女人，脑子到底是怎么长的？怎么，嫌我没让你打个痛快，觉得憋屈？憋屈？我高兴还来不及。几百个劳力，以后开矿打铁，再也不用阿古他们没日没夜的硬扛了。知道就好。荒岛的严冬快到了，人口就是生产力。躲什么？刚在几百个敌人面前那么霸气，现在连看我一眼都不敢。心跳又开始乱了。严烈，大庭广众之下，你放尊重点。我是野蛮人，不懂什么叫客套。我只知道，你救了我的命，帮我造了铁刀，还替我降服了敌人。沈南星，这座岛是我的，而我是你的。什么时候给我个名分？等你把铁矿彻底开采出来再说吧。首领大人，没粮了，
我们烈阳部落自己打的猎物，凭什么分给你们这些刚归顺的人吃？阿古勇士息怒，您让我们开荒刨土，族人们干了一上午重活，实在饿得没力气了，求您赏口吃的。就是啊，南星，你收留他们干嘛？几百张嘴，这可是要把我们的存粮耗光啊！都吵什么？刚吃上几天饱饭，就忘了饿肚子的滋味了？外族女人，不是我小气，地里的菜籽还得大半个月才能收。几百号人天天吃肉，山上的野猪都快被我们猎完了。再这样下去，大家都要挨饿。谁教你对着他大吼大叫的？首领，我错了，但我说的是实话呀，真没粮了。阿古说的对，坐吃山空不是办法。老师，你就把我们这些老骨头的口粮省下来吧，给孩子们留条活路。闭嘴！既然我让你们归顺，就绝不会让你们挨饿。山上没肉了，海里多的是。海里是有螃蟹和蛤蜊，可这么多人，一天得挖多少才够吃啊？累也累垮了。谁说我们要去挖蛤蜊了？我们要抓大鱼，一网捞满的那种。所有女人和老人，看好我的手法，每隔1指宽打一个死结，把这些藤蔓和麻线编成一张大网。南星，这网都是窟窿眼儿，能装什么水？鱼那么滑，这破网能兜得住？您让编，我们就编，都给我麻利点儿，不许偷懒。你需要多大的网？越大越好，最少要10丈长。今天我要让全岛的人见识一下，什么叫真正的靠海吃海。外族女人，这海里可有凶猛叫水兽啊！想吃肉就别怕水。严烈、阿古带最强壮的20个勇士，拉着网的2头，走进齐腰深的水里，把网展开成半圆形。烈阳的勇士，不怕水，跟我下！这不用投鱼饵吗？鱼进网了，收网，往岸上拖。鱼，全都是鱼，堆成山的鱼啊！太神奇了，这真的太神奇了，我们不用挨饿了，发财了，南星，我们发大财了！你又救了这个部落一次，是淡淡的咸涩海风味，打鱼只能解燃眉之急。天气太热，这么多鱼，如果不处理，明天就会发臭。所以我们的大能人下一步又打算干什么？晒盐，我们要造大量的盐池，把吃不完的鱼做成咸鱼干。有了足够的盐和铁，我们才能在这座荒岛上建起一座真正的城。好，你指哪里，我的铁刀就劈向哪里。南星啊，这坑挖的又大又浅，水一晒就干了，到底有什么用啊？要的就是它被晒干，这叫盐池。把海水引进来，经过一次层沉淀，太阳会把水分蒸发，最后剩下的就是盐。海水是苦的，晒出来的东西也是苦的，真能把那么多鱼都腌起来吗？直接煮当然苦，但我们分了成枕石、结晶池，杂质会留在前面的池子里，最后结出来的是纯粹的白盐。我不干了！我堂堂沈家二小姐，凭什么天天挑粪水？沈南星，你别逼我了！闭嘴！外族女人说了，不挑完粪水不许吃饭。再闹一句，今天连水都没得喝。沟渠挖通了，涨潮时海水就能直接灌进第一口池子。干得好，接下来就交给这荒岛上最猛烈的太阳吧。成了。大热天的，地上长雪了，我尝尝。呸呸呸，咸的，真的是咸的，而且一点都不苦，没有毒，没有苦味儿，比京城大山上卖的青盐还要白，太神奇了，这真的太神奇了。女人和老人负责把盐刮出来，勇士们去处理鱼，抹上白盐，挂在架子上风干。有了这些咸鱼干，就算冬天大雪封岛，我们也绝对饿不着。粮食有了，铁器有了，你不仅救了我的命，还给了烈阳部落真正的生机。这才刚开始，有了吃不完的盐和鱼，我们就能和经过外海的商船做交易，换布匹，换铁矿石，换更多的粮种。
你想要什么，我都替你拿回来。说了要做正当交易，别张口闭口就来硬的。首领，外族女人，我们在西边礁石滩上发现了一艘被风浪打碎的破船，这小子就趴在船板上。官府，他穿的是朝廷水军的盔甲，是朝廷的人找来了。朝廷的水军，你们来荒岛干什么？别杀我，我只是个探路的神修，不想吃苦头就老老实实说，探什么路？我全说是郡王爷，我也听说沈家在荒岛不仅没死，还降服了族人，王爷大怒。萧承泽，他想赶尽杀绝。王爷说沈家是叛党，绝不能留活口。他集结了5艘满载弓弩手的大型战船，还有一门红衣大炮，就在外海30里处停泊。我们是提前来探查暗礁的，结果船触礁沉了。完了，全完了！5艘战船还有火炮，我们拿什么挡啊？我们撑不住！闭嘴！还没打你慌什么？首领，下令吧！管他什么王爷，只要敢上岛，我们就用铁刀打碎他们！铁器，朝廷明明封锁了海路，你们这些流放犯和族人，怎么可能会有这么精良的生铁兵器？回去告诉萧承泽，沈南星在荒岛等他，他敢来，我就让他有来无回。你不罚我，滚回去报信！告诉那个王爷，这座岛现在归烈阳部落管，敢踏上沙滩一步，我定让他有来无回。放他回去，萧承泽很快就会带着大队人马杀过来，冷兵器对战火炮，我们毫无胜算。你怕了？哼，我沈南星的词典里就没有怕这个词。火炮虽然威力大，但战船体积庞大，进不了我们的浅滩。所有人都听好，朝廷要来对付我们，我们就把这里变成一座攻不破的堡垒。阿古，带人去砍最粗的树，在海湾外围打下防御木桩。老毒，带你的人去挖深沟，布置陷阱。从今天起，烈阳部落正式备战，保卫我们的盐，保卫我们的粮，誓死听从号令，誓死听从号令，保卫荒岛。南星啊，那可是红衣大炮，一炮轰下来，咱们这泥砖房就成粉末了。要不，我们还是躲进深山里吧。躲什么躲？我们的盐池和鱼竿都在海滩上，躲进山里等挨饿吗？大不了跟他们拼了。阿古说的对，退无可退，但拼命也得带脑子。二叔，大炮虽然厉害，但火炮极重，后坐力大，必须装在大型战船上。你的意思是，只要不让大船靠岸，他们的炮就打不到营地？没错，大型战船吃水极深，我们海湾外围有一片天然的浅滩，只要我们在浅滩入海口打下巨马桩，他们的船一旦硬冲，就会直接搁浅，甚至破底。您放心，独爪部落的人水性好，打桩的事交给我们。好，老毒，你带人去砍最坚硬的铁木，削尖一头。阿古，你带人去海湾，涨潮前必须把木桩以45度角斜插进泥沙里，尖头对准外海。所有人，今晚不睡了，全员备战！外族女人，这木头太硬了，在水里根本砸不深。不要垂直砸，要斜着，顺着海潮涌进来的方向倾斜，水流会帮你把泥沙填实。扶稳了！这招真绝呀！大船开过来，从水面上根本看不清，一旦撞上，船底绝对开个大窟窿。暗桩布置了3排，足够拦住5艘大船。但如果他们派小船强行登陆呢？小船靠岸就进入了我们的射程，骨毛射不透他们的铠甲。我要给他们准备一份从天而降的大礼。南星，这又是什么东西？长得像个放大了几百倍的跷跷板。这叫配重式投石器。二叔，你很快就会知道它的威力了。用这个砸？对，大船搁浅后，距离海岸至少还有200步，弓箭射不到，但投石器可以。所有人员撤离前方，严烈，砍断固定绳。放！太吓人了，这东西比大炮还猛啊！你太厉害了，这简直有天雷般的威力。有这东西在，别说5艘战船，就算来10艘，我也让他们有来无回。我们要连夜赶制出3台投石机，一字排开布置在高地上，火药罐和铁刺球越多越好。
萧承泽想对付我要让他见识一下什么叫科技的降维打击。夜里风大，回去睡一会儿，这里有我盯着。睡不着，那毕竟是正规的水军。如果暗桩没有拦住大船，如果红衣大炮真的轰上了岛，没有如果。严烈，沈南星，你听好，这座岛上现在有粮有盐有铁，还有愿意为你出力的几百号人。那个什么王爷，他带的是来伤人的刀，而我们是在保自己的命，保自己建起来的家。他们赢不了。你说的对，这是我们的家。别怕，就算天塌下来，也是我先挡在你前面。他们的大船废了，点火，投石机放！砸中了，真的砸中了！南星，你造的投石机太厉害了，把他们的船烧了！不要停，继续装填。我要让这片海湾变成他们的溃败之地。弃船登陆，他们只有投石器，近战绝不是我们正规军的对手。冲上岸去，活捉那个沈家女子！想上岛，问过我手里的刀了吗？烈阳部落举盾迎敌。铁盾，这群族人怎么可能有这么好的铁器？出击！不可能，我的百炼膏怎么会断？因为我的刀是沈姑娘带人亲手锻打的。该死，该死！沈南星这个女人到底在岛上耍了什么手段？撤，立刻撤退！怎么会这样？靖王殿下的舰队居然败了，他没有来救我，我真的要在这个荒岛跳一辈子分水了吗？首领，沈姑娘，这些朝廷的兵卒全抓住了，直接按规矩发落吗？好汉饶命，姑娘饶命，我们也是奉命行事啊！萧承泽跑得倒是快，他跑不掉，下次他敢再来，我连他的主舰一起砸沉。我不处置你们，不仅不处置，我还要用你们的命和你们的靖王殿下做一笔大买卖。买卖？号角声，他们来了！全岛备战，点火把！一群流放的罪人和未开化的族人也敢霸占海岛，传本王的命令，战船直接冲进海湾，用红衣炮把他们的营地轰成平地。遵命，全速前进，冲滩登陆！怎么回事？出交了吗？这里明明是沙滩啊！统领，不好了，水下有极其粗壮的硬木坚桩，船底被捅穿了3个大窟窿，海水正在疯狂倒灌！废物！谁让他们在水下打桩的？立刻倒舵，开炮，给我把岸上的防御轰碎！回去几个人报信，让萧承增拿粮食、布匹，还有最好的药材来赎人，一个人换100斤粮。他不换，我就把这些俘虏全编进劳作队里开矿打铁。好主意，咱们这正缺挖矿的人手呢，这比处置了他们划算多了。算盘打得真响，不仅赢了仗，还要把敌人的羊毛薅干净。岛上几百号人要过冬，我不精打细算怎么行？首领大人，接下来该给我们的新劳力安排活了。信上的条件写得很清楚，200个活人，换2万斤粮食、500匹麻布，还有过冬的药材。10天内，让萧承泽派没有武装的商船来换。小人一定把话带到，一定带到。10天后要是见不到粮食，就别怪我对这些俘虏不客气。滚！沈姑娘，首领，我们现在该怎么办？求2位给口饭吃吧。兄弟们昨天在水里泡了1夜，快撑不住了。烈阳部落不养闲人，阿古在，扒了他们的盔甲，发给他们铁镐和铁锹，全部押到后山去采石挖土。听到没有？起来干活！谁敢偷懒，我手里的铁刀可不讲情面。二叔，我不干了，我的肩膀都磨破皮了。靖王殿下的舰队都被打跑了，我们是不是永远都回不去京城了？微雨啊，认命吧！你看那边，那可是朝廷的正4品统领，平时在京城多威风，现在还不是被南星安排的老老实实，天天挖土？你一个弱女子，还敢跟南星斗吗？连朝廷的兵都被他抓来干苦力，他也太厉害了，根本斗不过。别抱怨了。南星虽然严，但他没饿着我们。你要是再偷懒，今天连这馒头都没了。快吃，吃完去干活，在这岛上自己动手才能活命啊！我挑还不行吗？压实，一定要压实，然后倒出来，放在太阳底下暴晒。有了这些砖头，
我们就能赶在冬天前把草棚换成结实保暖的砖房。去洗洗手，马上就好。这批砖坯必须今晚赶出来。岛上的活是干不完的，你是领头的人，动嘴就行，别把自己累垮了。如果我不亲自盯着，他们掌握不好泥和麦硝的比例，砖头烧出来会裂的。等砖房建好了，你想要最大的一间？当然，我是最大的功臣，自然要住最好的房子。好，最大的房子归你，但那间房子里必须有我。谁说要跟你住一间了？我们那是战友关系。战友？我严烈可不缺战友，我只缺一个能陪我统领这座岛，能陪我看遍这片海的女人。沈南星，你逃不掉的。我从来没想过逃，但这岛上还有那么多事没做完，我没心思想别的。我等你把这座岛变成你想要的城，到那天，我要全岛的人见证你成为我的首领夫人。沈姑娘，首领，海上有动静了。来了，3艘没有挂军旗的商船，吃水很深。看来萧承泽妥协了，粮食送到了。他最好别耍什么花样，否则那200个俘虏今天就得付出代价。他不敢，朝廷水军折损200精锐，这事要是传回京城，他靖王的位子都坐不稳。他现在比我们更想掩盖这件事。阿古，叫上兄弟们，带上铁刀，去海滩上接收我们的战利品。明白，开仓收粮喽！沈年星，晋王殿下宽宏大量，2万匹粮食还有药材全在这里了，赶紧把人放了。晋王殿下不是宽宏大量，他是怕私自调动水军战船折损的事情暴露。阿古，验货。我来看看这群朝廷的人有没有耍诈。大胆，这可是上好的官粮，你们敢损毁？上好的官粮。特使大人，表面一层是新粮，底下全发了霉。你想让我们全岛的人吃发霉的粮食闹病病？敢拿坏粮糊弄我们！看来这200个俘虏，你们今天一个也别想带走。别，好汉饶命！这是王爷的吩咐，小人也是听命行事啊。船舱底层还有一批好粮，我马上让人搬出来换。不仅要换，为了惩罚你们的不老实，我要加价，铁锤等造船工具全部留下，否则人你们一个也带不走。全留，只要放人，什么都好说。货地两清，你们自由了。想回京城的，现在就可以上船。沈姑娘，我们败了仗，丢了5艘战船和红衣大炮。晋王殿下的脾气我们最清楚，现在回去，等待我们的只有军法治罪，绝无生路。是啊，我们若是回去，不仅自己要治重罪，连家人也会受牵连。求沈小娘收留我们吧！放肆！你们这群贪生怕死之辈，竟敢投靠流放犯！再多说一句，就别怪我不客气。滚回船上去！你们都是大好的男儿，有一身力气，更是懂造船和水文的好手。烈阳部落不收奴隶，只收红伴。你们若留下，就是这里的岛民。我们愿誓死追随沈姑娘，效忠首领。这双手定为大家建起一座城。走，回营地吃咸鱼大餐去。好东西啊！这布料又软又厚，冬天做成棉衣，再也不用穿着硬邦邦的兽皮挨冻了。南星，你真有本事啊！高兴归高兴，但活儿还没干完。秋风已经凉了，趁着大雪没封岛，泥砖已经晒干，今天开始全面建房。猪粮架好了，你看这宽敞度够不够我们住？我规划的是部落的议事大厅和首领的起居室，至于我，你的起居室就在我的起居室旁边，门挨着门，随时能看到。你这是在以权谋私吗，首领大人？是，这座岛上的规矩是我定的，而我的规矩就是我想离你近一点。沈年星，你为所有人建了家，也给我一个名分。几间红砖房就想娶我？严烈，你的算盘是不是打得太响了？那你要什么？你要天上的星星，我也去给你摘。我要这片荒岛变成一座固若金汤的城池，我要铁甲战船，我要学堂，我要这里的每一个人都能挺直腰板活着。什么时候你把这座铁城建好，什么时候我们再来谈名分的事。现在看你表现吧。好，一言为定。你画图纸，我出力。等城建好的那天，我看你往哪儿跑。看清楚了，撇捺，这是一个人字，一撇一捺互相支撑，才能在这荒岛上站稳脚跟。黑鸭，你来写。沈姐姐，我写出来了，我写出人字了。写得很好，不仅要会写，以后还要学算术，学看海图，知识才是最锋利的武器。天这么冷，
还让他们学这些弯弯绕绕的字，学打猎不好吗？打猎只能管一顿饭，识字能管一辈子。我的城里不收文盲，首领大人要是闲着，不如也过来练练字。我不学，我的笔杆子捏不稳，但我手里的刀能护着你安安稳稳的教一辈子书。外面雪下的这么大，地里的越冬麦和菜籽怎么样了？南星啊，你可算来了！这么大的雪，地里的庄稼全被盖住了，这不得冻死啊！我就说这雪天不能种田。首领，趁着还没全烂在土里，赶紧挖出来吃了吧！慌什么？我让你们提前铺的厚草簪子，就是为了防冻的。瑞雪兆丰年，这雪不仅冻不死他们，还能盖住地气。阿古，把这片草簪子掀开。掀开也是一堆烂草根儿。哼！活的！大雪天里居然长出了活的麦子，这也太神奇了！丰收了，我们大冬天也种出粮食了，以后再也不用天天啃咸鱼了。在雪地里种出活物，沈南星，你脑子里到底装了多少我不知道的东西？这叫农业温室效应。严烈，我说过，只要你给我时间，我会让这座岛变成连朝廷都高攀不起的塞外江南。好，我陪你，不管是江南还城池，只要你要，我就给你守住。沈姑娘，首领，按照沈姑娘的图纸，第一艘明轮试验船已经造好了。这船连个风帆都没有，两侧装这么大两个水车干什么？这叫明轮桨。林州，让兄弟们上船演示。上船，踩踏板。不用风向，不用划桨，这船竟然能自己跑得这么快！沈姑娘的智慧，属下叹服。有了这种明蓝船，就算遇到逆风逆水，我们也能来去如风。朝廷的水军根本追不上。这只是试验品，林州要你把大型战船上，并且在船头和船身两侧全部包上铁皮。包上铁皮，那船得多重？你想造一艘撞不沉的铁甲船？我们错了萧承泽的威风，他是个睚眦必报的人。开春雪化之后，他一定会带着更庞大的舰队卷土重来。我们没有火炮，就必须用绝对的防御和速度把他们的木船撞碎。首领，沈姑娘出事了！刚才我在悬崖上打下来一只朝廷的信鸽。朝廷的信鸽怎么会飞到荒岛上空？这不是飞给我们的，这是萧承泽传给岭南水师提督的密令。开春3月，集结岭南100艘战船，万名精锐，不留活口，清剿荒岛。这个萧承泽真当我们好欺负吗？100艘船又怎么样？我们跟他拼了！万名精锐，怕吗？我说了，我的字典里没这个字。既然他想玩场大的，那我们就奉陪到底。传我命令，从明天起，全岛进入最高战备状态，高炉昼夜不停，给我练铁。林州，铁甲明轮战船必须在3个月内下水。开春之时，我要萧承泽的100艘战船全部沉在我的海湾里。沈姑娘，后山的干木头快被我们砍光了，新砍的湿木头烧不出火，炉温根本上不去啊！沈姑娘，阿古兄弟说的对，我们要造5艘包覆铁皮的战船，至少需要3万斤精铁。以现在的火力和出铁量，3个月内我们连2艘船的铁皮都打不出来。木炭的燃烧值到了极限，温度无法彻底融化优质铁矿，这样下去绝对不行。那咋办？难不成还能凭空变出更旺的火来？不用凭空变，我们去找地火。岛上有没有一种黑色的石头，表面反光，敲碎了有刺鼻的味道，而且放在火里会烧得很旺？黑色的石头还会烧？我想起来了，北边断魂谷的悬崖底下有，以前族人捡过一块，掉进火堆里烧了1天1夜都没灭。但那石头烧起来有毒烟，出过意外。首领严禁我们靠近那里。那是煤炭，真正的工业血液。有了它，别说3万斤铁，10万斤我也能炼出来。带路去断魂谷。这底下全是致命的毒瘴。阿古说你要找回冒毒烟的黑石头，你疯了！煤炭半生瓦斯气，确实有毒，但我戴了面罩，而且只要不遇明火就不会爆炸。这是我们唯一能在3个月内造出铁甲船的希望。你在上面待着，告诉我黑石头长什么样，我下去挖。你没见过煤矿的矿脉走向，你挖1天也挖不到核心层。严烈，
我是来和你并肩作战的，不是来当温室花多的。走。这不让人省心的女人，阿古在上面守着，绳子一有动静立马往上拉。别点火，这里的瓦斯浓度很高，遇明火会引发大爆炸，我们都会被困在里面。不点火怎么看路？黑灯瞎火的，你连自己在哪儿都不知道。用这个，露天浅层煤矿，而且是极品的无烟煤。严烈，我们找到了，这就是能溶解的黑金。就这黑乎乎的东西，能比后山的铁木还耐烧？小心塌方！别动！严烈，你受伤了吗？几块破石头还伤不到我。你先稍微退开一点，我被你压得没法呼吸了。退？往哪儿退？后面全是被堵死的石头。沈南星，我们就这么被埋在一起了？别胡说，刚才的塌风不大，阿古在上面，很快就会顺着绳子下来挖我们，我们出得去。要是阿古挖不通呢？要是我们真困在这儿出不去呢？没有这种如果，我还得出去造战船。别提什么战船，我就问你，要是真出不去，连个名分都不给我，你亏不亏心？我不亏心，因为我沈之星认定的男人，谁也带不走。这是你说的，等出去我要全岛的人看着你是怎么名正言顺做我的首领夫人的，这辈子你都别想逃开。首领，沈姑娘，你们还活着吗？我来挖你们了！闭嘴，滚一边去拉绳子！首领大人的豪言壮语，还是留到战船下水那天再说吧。现在赶紧把煤运出去。神了！这黑石头烧起来简直像火山爆发，铁水流得比水还快。成了，沈姑娘，有了这火候，别说3万斤，3个月打造5艘铁甲船，绰绰有余。铁甲战船下水之日，就是萧承泽舰队溃败之时，全员听令，日夜赶工，迎接我们的大决战。沈姑娘，首领，5艘铁甲船全部完工，船头加装了精铁撞角，船身两侧全包覆了半寸厚的铁皮，普通的弓弩和投石机根本打不穿。乖乖，这铁疙瘩这么重，真的不会沉到海底去吗？这叫浮力原理，内部的密闭舱早就做好了防水。阿古，砍断缆绳，让我们的钢铁巨兽下水！斩缆绳，下水！没有沉，沈姑娘造成了天下无双的战船，大进水师的100艘木船，在这铁甲船面前就是一堆废木头。好一头海中猛兽，不过船再好也得看驾船的人。岛上的勇士只会打猎，到了水上可就晕头转向，施展不开了。不行了，首领，这船晃得我连刀都拿不稳，肚子里的黄水都要吐干了。首领，沈姑娘马上就要开战了，如果部落的勇士克服不了晕船，真打起来，战船上根本没有肉搏的战斗力啊！站直了，烈阳的勇士连硬仗都敢打，我还怕这点水浪？给我拔出刀来挥100下！首领，你就是现在罚我，我也挥不动啊！放开他吧，晕船是前庭神经不适应，靠硬扛是没用的。这是浓参姜煮的酸梅汤，喝下去压压恶心。林州，把船开到风浪最大的外海去。外海？可是大家已经吐成这样了。搓脊训练，用粗绳子把所有晕船的勇士绑在桅杆和船舷上，越吐越要待在风浪里，让他们学着水兵的动作去踩明轮踏板，用身体去记忆海浪的节奏。这么晚不睡，在担心明天的仗100艘战船，万名大军，这是倾巢而出的围剿。说一点都不担心，那是骗人的。有我在，天塌下来我顶着。这3个月，你没日没夜的画图纸教他们炼铁，该做的你都做到了极致，剩下的交给我。明天我会让那群朝廷的人马知道，谁才是这片海域真正的主人。我不只要你赢，严烈，我要你毫发无损地回到我身边。沈南星，你听好，等打赢这一仗，彻底拔了朝廷的这根刺，我要在这座岛上当着全族人的面明媒正娶，让你做我名正言顺的首领夫人。好，我等你。你若是输了，我就开着铁甲船自己走，让你人财两空。你敢？你这辈子只能是我的。
敌袭警报！他们没有等天亮，他们趁夜来了。全岛吹号，点燃烽火，铁甲船生火起锚，迎战！荒岛上的烽火点起来了。王爷兵危盖世，百艘战船压境，区区几个流放贩渔岛民，今晚必定被彻底击溃。传本王将令，前锋30艘战船，火炮准备，给我把那个什么烈阳部落的营地轰成平地，一个活口都别留下。沈姑娘，敌军开炮了，他们的战船数量太多，如果硬冲，我们的阵型会被包围。包围？木头再多，也包不住生铁。今天我要教教他们，什么叫跨时代的碾压！全速前进，明轮踩到底，乘风矢战进去！全速出阵！王爷，那是什么东西？没有风帆，逆风怎么跑得这么快？放箭，开炮！把他给我轰沉！铁皮，他们竟然把整艘船包了铁皮！快转舵，避开撞击！撞碎他们！哈哈哈哈哈！痛快！木头怎么可能撞得过黑金铁甲？兄弟们，放大钩，冲过去！烈阳的刀，不斩降卒，负隅顽抗者绝不留情！投降！我们投降！别杀我们！撤！全军撤退，保护本王的主舰突围！王爷，船队太密，我们的主舰掉不了头啊！那艘最大的铁船冲着我们来了。萧承泽，既然来了，就别想走了。林州，对准他的主舰慢速冲撞！沈年星，你休得放肆！本王是当朝亲王，你敢伤我，朝廷必治你满门重罪！在这片海域，我就是这里的规矩。你敢动我的人，就算是朝廷亲兵来了，我也绝不手软。别伤我，南星，我是大晋的亲王，你伤了我，朝廷一定会派更多的军队来清剿你们的。清剿？你那引以为傲的岭南水师已经全军覆没，朝廷现在连一艘像样的战船都拿不出来，拿什么清剿？跟他废什么话，直接扣下，挂在船头示众警告，来犯之敌。我签，我什么都签，只要能留我一条性命。看清楚了，第一，割让这片海域和周边12座附属岛屿，永不进犯；第二，开放海岸通商口岸，允许我们的商船自由贸易。签了，滚回京城去，当你的光靠王爷；不签，你就别想活着离开这片海。滚吧，回去告诉你们皇帝，这片海以后归我们烈阳城管了。阿国，左边再稍微高一点，比例必须是16:9，一定要是横向的宽，平视觉。对，中间那4个字给我完全居中。好嘞，沈姑娘，你看现在正不正？正了，扯红绸。恭喜沈姑娘，恭喜城主，我们的铁甲商主已经把琉璃和海盐卖到了波梭，换回了无数黄金。烈阳城真的是海上的不夜城了。什么姑娘城主？过了今晚，她就是烈阳城的城主夫人，全城大宴3天。兄弟们，今天敞开了喝！今天这城门牌匾，你非要弄成16:9的横屏，还要4个字居中，这又是什么你们那个世界的规矩？在我们那里，最精彩的大戏都是用这种笔来呈现的。这座城是我一手打造的盛世，自然要用最好的排场。城建好了，朝廷也被打退了。沈年星，你答应过我的事，该兑现了吧？我答应过你什么？我只记得我答应做城主，可没说要做夫人。还嘴硬！当初在矿洞里，在战船上，是谁说认定了我就绝不反悔的？
那得看你这个糙汉子有没有本事让我心甘情愿的留在这儿一辈子了。一辈子怎么够？我要你生生世世都只能是我眼烈的女人。